很多人都问我国际学校需要市场营销 marketing 的咩？他们是做什么的哦？马来西亚目前有大约170所国际学校，竞争那么激烈，当然是需要 marketing 啦。忙碌的家长是不可能在没有知道学校的情况下呢，自己走上前去为自己的孩子报名吧。嗨，大家好，我是苏仁煌。如果您想了解国际学校市场营销 marketing 的工作范围呢，或者您还在为您的孩子找这国际学校的话呢，请记得看下去哦。这视频主要是分享第一，为什么需要国际学校市场营销 marketing 呢？和它是做什么呢？第二，我会教大家如何判断一所好的国际学校。最后呢，我会分享一些我在多家国际学校的市场营销部门工作的辛酸。容易吗？国际学校 marketing 工作领域非常的广阔。如果将市场营销工作细分的话呢，我们可以分为市场营销管理 marketing management、数字营销 digital marketing、内容营销 content marketing、品牌推广 branding、招生 enrollment 等等的。当然，不同规模的学校可能会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如果公司规模较大的，可能会有刚刚我提到的细分岗位，而中小型国际学校呢，可能将 marketing 一个总称包盖了所有的工作，或将这些工作范围呢合而为一。例如会有招生与市场营销，或内容营销与市场营销，或数字营销与设计等等的。接下来呢，我将使用市场营销作为一个总称来讨论这些方面。为什么国际学校需要市场营销，和它是做什么的呢？第一点，为了提高竞争能力。国际学校市场通常非常激烈。刚有提到，马来西亚目前有大约170所国际学校，学校是必须要通过市场营销来突出自己，吸引更多的家长为学生报名。我们市场营销人员呢，通常需要进行市场调查，了解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制定宣传活动，比如举办开放日提供学费折扣等等的。我呢，通常会通过社交媒体的渠道获取有关每个学校的信息。如果需要更多的信息呢，我会致电或发送 email 来咨询有关学校的学费详情等等的。在这个过程呢，我常会扮演间谍。不是，是父母的角色。比如我常在电话会说 ：“Hello， 您好，请问这是 XXX 国际学校吗？我目前有一位12岁的孩子，在一所华小就读，我想了解一下贵校的学费和他是应该就读哪个年级。当然，我问的问题呢，必须要简单一些，不然该学校的市场营销部门呢，发现我过于专业的话呢，不会如实回答我所有的问题的。第二呢，是为了建立品牌形象。市场营销部门有助于建立和塑造学校的品牌形象，增强学校在教育领域的声誉。通常来说，国际学校都会有国际资质认证机构的认证，如国际学校理事会 CIS、美国西部学校和学院协会 WASC、新英格兰院校协会 NEASC、世界先进教育组织Advance、英国国际学校理事会 GOBIS、国际学校质量标志 ISQM 和国际学校理事会 ECIS 等。另外，不同学校提供不同的课程体系，如有美国的、有英国的、有欧洲的和加拿大的课程等等。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需求选择适合孩子的课程。然而，最重要的是独特卖点 （Unique Selling Point）。尽管国际学校的国际资质认证机构和课程都是大同小异，但要在茫茫学校中呢，脱颖而出成了一个难题。你看哦，一些学校注重课程，还有呢，一些学校注重课外活动和师资经验，有的则是注重设施、环境还有文化。有一些学校是 holistic 的，全方面的注重的。最后，市场营销部门的任务是帮助学校找到明确的定位，以更好找到目标群众，并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呢，往往一些学校是很难找到自己的独特的卖点的，原因可能是自身已经处在一个舒适圈，而无法找到突破口。第三点，为了获取资源和资金，
通过招生，学校可以获得更多的学费和资金，用于提高教育的质量和设施。目前市场上的学校可以分为6个档次 ：Tier 1马币大约从8万至10万 ；Tier 2 6万至8万 ；Tier 3 4万到5万 ；Tier 4 3万到4万 ；Tier 5 2万到3万，还有 Tier 6低于2万。不同的国际学校会有不同国际和本地学生的比例、不同的课外活动、设施、师资情况等。例如 Tier 1到 Tier 2的学校通常拥有比较完善的设施和拥有更多的外国老师和学生。至于学生的成绩呢，档次较高的学校或许能够有多一点点的可能培育出更多出色的学生。其实每所学校都会出现文武兼备的学生。作为市场营销部的我们呢，我们通常都会宣传最出色的学生，然后大肆宣传。比如很简单的，就是上传到社交媒体，还有我们自己的网站，还有就是刊登在报纸等等的。然而，相对于成绩，我本身觉得学校的环境、教育体系和师资更为重要。OK， 现在呢 ，marketing 来教你如何去分辨一所好的国际学校。首先呢，我们要探讨学校的课程和它的声誉，比较不同的学校课程。一些比较受欢迎的课程包括英国的国家课程 National Curriculum of England 和 IB 的国际文凭课程，大部分的学校都是使用该课程的。再来是美国的课程，有提供此课程的包括绿洲国际学校，还有一些比较不常见的课程，包括加拿大的课程。目前只有双位的学校是有提供该课程的。此外，我们也要查看学校的学术声誉，包括师资教育的方法课外的活动、学术成果以及学生的升学去向等等的。我们还可以查看学校的排名和认证情况。第二点，除了课程以外呢，地理位置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考虑学校是否靠近自己的住家，是否需要校车服务，以及要了解当地的交通情况。比如在 Klang Valley， 尤其是在早上，交通的情况是非常的糟糕的。那么呢，住比较远的地方呢，所以我们就要提早的出门。好比我8点上班，那么我6点15分到6点30分之间呢，我就要出门了。如果迟出门大约5分钟，我告诉你路上的情况是非常的糟糕的。那么呢，你就要预备大约1到2个小时塞在车笼里面。第三呢，就是要了解学校的费用和资源。当然价格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之前我有讲过价格通常反映了学校的师资环境、师资和国际与本地学生的比例的情况。许多学校为了方便忙碌的家长，提供了多种付款的方式。通常每个学校都是以选择按学期付款的，就是3到4个月支付学费。但是家长也可以选择一次性付完全年的学费，以获得折扣。或者家长也可以向学校询问是否有提供按月支付学费的选项。第四呢，我们可以查看网络的评论，尤其是在现在网络发达的时代，其实查看在线的评论 just a click away 是非常的容易的。您可以在社交媒体、Google 平台查看其他家长对学校的评论。另外一种比较新潮的方式呢，就是可以去加入Facebook 的家长群组，比如 Malaysia International Schools Parent Support Group MISPSG， 在那里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家长对于学校的评论，有好的，当然也是有坏的啦。第五呢，如果你确定了好几所学校，你可以安排探校。那么呢，你可以以学校的市场营销部门呢安排一个参观的时间，也可以选择能和你用同样语言，比如说中文的 marketing staff 呢进行沟通。如果刚好有遇到学校开放日或者教育展览会呢，那就一级棒了，因为您还可以享有折扣。第六点呢，我们要去探讨学校的管理和治理的方法。我们需要确保学校有稳健的管理和有效的治理结构，以确保学校的稳定性和可以持续性的发展。因为不可能就是我让孩子读了2年级，那么呢，可能3年级我觉得学校不好，我又要换了，那么就会造成一个很麻烦的情况。
学校管理的方面呢，我也不可以多说了，因为我本身也是在学校里面做工。然后呢，就是要靠家长自己去探讨咯。现在我要用我的肺腑之言来去探讨 marketing 的内幕，我容易吗？第一点，其实呢，身为 marketing 的我们呢，只知道一点关于课程的内容，不要怪我们不知道课程更深的 details。因为虽然学生呢叫我们老师，但是我们是从来没有在学校里面教书的，所以乖啦。如果要了解课程，可以安排与老师对话。第二点，常常家长都会埋怨老师的不好啦，比如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好等等的。还有学校的设施和食物也是有很多投诉，也给很多意见。首先呢，家长可以根据学费的不同来确定学校的层次，比如 Tier 的级别，好像说我们总不能在 Tier 4以下的学校要求要有很多的外国的老师和要有很高级的学校的设备环境等。但是呢，坦白说，无论学校的 Tier 的层次在哪里呢，都会有一些学校面对一些问题的，所以就要认真做功课咯。第三，不要动不动就以言论的自由在社交媒体乱的发表言论，在这里说谁做的不好啦，这个为什么学费会每年都起啊？为什么起那么高啊？食物啊，还有很多不好的东西。身为市场营销人员的我们呢，看到是非常的不爽的，因为我们在想要如何去回复你。但是如果有很正面的回馈呢，我们也是会很乐意的接受的。正确的方法就是，首先呢，我们要与学校协商。如果经过很多次的协商还是没有结果的话呢，你想怎样就怎样哦。我这里给大家一个 tips， 一样也要做功课，找到学校幕后的老大，然后向他投诉。如果是大件事的话呢，相信我，事情就是能够很快的解决了的。最后一点，市场营销部门不是大家的私人秘书，因为有些时候家长打来还会询问：嗨，我的孩子最近怎么样啊？我要报名这个要怎样报名啊？可以帮我跟这个谁老师说，我明天没有来嘛 ？Hello， 如果我们得空的话呢，我们可以顺便帮忙您。但是通常市场营销部门呢，都是忙到大便的时间都是没有的。有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呢，可以建议大家询问学校的前台，或者直接询问老师。让我们来快速复习一下，为什么国际学校需要 marketing 和它是做什么的呢？第一点，国际学校市场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我们需要做一点东西来让大家看见。第二，建立品牌形象，找到独特卖点 （unique selling point）。第三，获取资源和资金，通过招生获取更多的学费和资金。目前市场上的国际学校可以分为6个档次 （6 tiers）。通过不同学校的档次，我们可以预测学校的设施、资源、师资情况和国际与本地学生的比例等。再来，我跟你告诉你如何判断一所好的国际学校。第一，看课程；再来是地点、费用，查看网络评论；最后就是参观学校。最后一个题目呢，就是 marketing 的内幕，我容易吗？第一点，不要问很低的课程内容，因为我们不是老师。第二，不要埋怨老师的师资情况、学校的设施等。学校可以分为6个档次 （6 tiers）， 可以从中呢预测答案。第三，不要动不动就以言论的名义呢，在社交媒体上乱的说话。第四，也是最后的重点 ，marketing 绝对不是大家的秘书。以上所分享的都是我一些个人的观点。如果有更好的建议呢，可以在下方留言哦。如果觉得此视频有帮助到大家的话呢，请记得点赞、订阅、关注和打开小铃铛。下个视频见。